咱们看蘸墨，蘸墨有蘸墨法。那蘸墨法呢，就是笔尖蘸浓墨，然后在这里边调一调。像它这个笔上边的这个墨呢，它是不一样深度的。墨分5色啊，这个现在中小学课本里边讲的是焦浓重淡轻。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呢，老师讲的是浓淡干湿焦，把干和湿都放在这种墨色里边了，这个更科学啊。墨色不光是浓淡的问题，它还有一个干湿的这个效果啊。那咱们画山石，古人讲用笔虚平如锥画沙，用笔虚流如无漏痕，用笔虚重如高山坠石，用笔虚圆如折拆骨。那你这些个东西呢，咱们在用笔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让它圆润一些个。另外，通俗来讲呢，用笔呢如老牛耕地，如虫食木，这大家都看见过是吧？就是说得留得住，你不能光快。咱们开始画这种山水，一开始的时候啊，咱们把这个笔啊都泡在水里边，一直给它泡那么5分钟或10分钟啊，然后用蘸墨方法啊，蘸墨法呢，实际上就是用笔尖来蘸这个墨，然后在这个盆中稍微摁一摁，让它从笔尖到笔根有一个从浓到淡的这个渐变过程啊。如果说这个笔你觉得有点太湿，还可以在一张纸上稍微吸一吸，旁边搁一张纸，然后把这个水分吸一吸，这样也可以起到这个水分少的作用啊。开始咱们画这个山水的这个特别这个近的这个景啊，近的这个景。咱们基本上用中锋，有时候呢需要一点侧锋，按照咱们说的这种用线要苍劲润滑这种效果啊，如无漏痕、如踏雪泥等等这个效果，来顿挫用笔，使得这个山石呢，它有这个立体的效果，也就是它的这种线条互相的折叠，互相的这遮挡，这样的话，它这个山石就不是一个平面的啊，就不是平面的。这个画山石的过程也是一个生发的过程，随时改变你的想法，随时发现新的内容啊。有时候咱们在画着画着呢，突然有一个新的想法，也可以给它加上。咱们画山石的这个步骤应该是勾皴染点，勾呢是勾山石的轮廓或者树木的轮廓。皴呢是皴山石的凹凸啊，点是点它的胎点和树啊，染呢是染它的凹凸，染它的低洼的地方，使它出现明暗效果啊。现在我这个先后顺序呢可以改变，可以我在勾山石的同时，我也可以把这个树画下来。画树的时候呢，基本上用笔是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那么去画啊。这个树呢，老树应该曲折多，新树应该比较直一点啊。画老树的时候呢，它的褶皱还多，所以说咱们在画它的时候呢，顿挫用笔要多一些啊。
我们在这山石上呢，要增加一些个小树啊。画树呢，咱们讲究让它要有像人一样，要有打招呼那种感觉啊，像人一样啊，它是有生命的啊。所以说，咱们在画树的时候呢，要照顾全局啊。边翼的树，它要向中心倾斜。这里边还有这个房屋，有这个生活气息啊。咱们也就是给它勾出来啊。勾山石呢，一定要注意这个线条的疏密缓急啊。不要平均对待啊。中锋的圆润厚重，咱们要多用中锋啊。另外呢，就是在用中锋的同时，也可以逆锋，再加着一些个顺锋这个效果，这样的话它就多变一些个啊。这边的树呢，咱们可能就得要向这个里边倾斜了啊，它和里边的这个树要打招呼啊。像这个地方呢，咱们是留的是水口啊，准备留这个是一条小溪。这个山石勾了它的轮廓，还没有画它的这个皴法。咱们这个皴这山石的时候呢，咱们准备用雨点皴来皴它啊。雨点皴呢，范宽经常用。这个范宽，他画这个西山行旅图，大家都很熟悉，是吧？哎，他这个西山行旅图呢，实际上就是用雨点皴来皴的。这雨点皴呢，其实是属于小侧锋或者是中锋啊，来皴。它皴的时候呢，开始重往下走的时候要轻一点啊。所以说，有人也管它叫做豆瓣皴啊，也有人管它叫做小斧劈，它有往下擦的这种感觉。
咱们在皴的时候呢，不要老涮笔，老蘸墨啊，因为皴和擦它是交替，同时交替出现的。那咱们皴完了以后呢，这个墨如果干了的话，咱们还可以在上面去擦一擦啊。擦呢就要用干笔来擦。在它湿着的有点湿的情况下呢，咱们可以皴一下山根和凹进去的地方。如果干了以后，咱们就可以在亮的地方稍微擦一擦山根的地方，或者是皴过的地方还要擦一擦，使得这个画面呢，它的凹凸、它的纹理更加丰富啊。画面呢要忌讳平，你皴的时候也不要都皴，满皴就不好了啊，起不到作用。那咱们要进行这个局部的对比的这么来皴，使得这个山石呢凹凸自然、丰富多彩啊。所以说这个笔干了以后，它略微的往纸上能够蹭上一点小小的这痕迹，这是最好的。如果你在这纸上一落笔，痕迹很轻很突出，那你就没法皴了啊。然后皴的实在是没有墨了，咱们再蘸笔蘸墨啊，还是蘸那种干一点的墨。水分多就可以在纸上吸一吸啊，还是用小侧锋或中锋来皴石头的凹的地方。实际上咱们在皴这个凹的地方的时候呢，咱们就在做这种点和线条的这个疏密对比，有的地方就是密，有的地方就是疏啊。皴过的地方还可以皴，因为你在不断的生发、不断的去调整啊，那就是收拾。生发跟收拾啊，咱们在皴的时候也不要让这个点排队啊，不要让它太过于整齐。这种雨点皴实际上表现的是那种有很小的坑洼、坑坑洼洼的这种质感啊。勾呢实际上勾的是这个石头的大的凹凸，皴呢是皴它的小的凹凸啊。现在这个笔干了，就可以擦。这个画山石、画树木都要有一个积墨积色的过程啊，所以说等这个干了以后呢，咱们还可以积墨积色啊。好。这个山石暂时皴到这儿，咱们画树。
这个花树呢，有夹叶树，有这个单叶树。单叶树呢，也就是那个点叶树。夹叶树是双勾这个树叶儿，使这个树叶儿呢把轮廓勾出来。那咱们勾一勾这个树叶儿。古人他画叶子呢，已经是属于夸张了的，把这个树叶简化和程式化处理，2笔一个叶儿，或者是1笔一个叶儿，或者3笔一个叶儿。画叶的时候呢，要随意一些个，也就是说，不要画的特别圆啊。而且，如果这个2笔把这线条给它合上了，也就合上了；不合上呢也没关系，不合上就让它开着口也没关系，比较自然。咱们画这个树叶呢，也就是自然为好啊。画两边呢要注意有区别，这边多了这边就少，这边多了这边就少，不要让它两边特别对称。画这边的叶子呢，咱们用另外一种勾的这个方法，像枫叶这样去勾，要求这个笔呢连续性比较强，不要勾一笔就停顿就换，让它有流动性。这个叶子呢，让它形成一个品字形的这个结构。不要让它排队。如果一排队了，那就感觉有点僵硬。要错落啊。要有这个书写性啊。这个树呢，咱们也是用这种圆的树叶给它勾一下。